你是否曾感受到存在的无声重负？在深夜凝视着天花板，或堵在路上，当世界的噪音消失，一个唯一的问题从寂静中浮现：就这样吗？你履行你的义务，追逐别人告诉你去追逐的目标，积累那些本应带给你平静的成就。然而，一种微妙的空虚感持续存在，一种慢性不安，仿佛只是日复一日的度过，像一个执行着自己未曾编写的程序的机器人。你奔跑，你努力，你奋斗，但最终的目的地似乎总是模糊不清，一场或许无关紧要的比赛的终点线。这种存在的疲惫并非你的缺陷，它是在没有设计图、没有灵魂蓝图的情况下生活的症状。这种感觉，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并非软弱的标志，恰恰相反，这是你清醒的标志，是你的意识拒绝继续漂泊，一个存在的遇难者，被环境的浪潮、他人的意见、自己被动的 A 情绪抛来抛去。你感到渺小和无助，因为你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像寻找一件丢失的物品，期望外部世界会交给你一张地图。你渴望一个坚实的目标，但一切似乎都是流沙。真相是，建筑师地图不是被找到的，它们是被绘制出来的。生命的价值不是被发现的东西，而是需要一砖一瓦，用意图、纪律和正确的工具去建造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又一个短暂的激励视频，这是你的工具箱的交付。我们不会去寻找意义，我们将一起锻造它。我将向你介绍斯多葛建设的4大支柱，一个为心智设计的操作系统，一种古老的技术，旨在将遇难者转变为自身存在的建筑师。在这段旅程的最后，活着值得吗？这个问题将变得无关紧要，你将没有时间去问，因为你将忙于建造一个无疑值得过的生活。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任务现在开始，去评论区写下我构建我的使命，作为你工程的基石，不是为我们，而是为你自己。这是你的合同，建设已经开始。解决这种空虚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日常，一个新的外部目标，或一种被动接受的哲学。解决方法是一个操作系统，一种在古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锻造出来的心智技术。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不是历史书中那种尘封的学术的斯多葛主义。我们谈论的是它被设计成的样子，存在建设的艺术，一种灵魂的工程学，旨在建立一个内在的堡垒，一个在宇宙混乱中不可动摇的城堡。这不仅仅是一种用来沉思的哲学，它是一套用来挥舞的工具。它是你将用来从你存在的原始岩石中雕刻出目标的锤子和凿子。它是建筑师建造有意义生活的说明书。这里就存在着改变一切的战略性重塑。你一直在问错误的问题，活着值得吗？是一个根本上就有缺陷的问题，因为它将你定位为一个被动的观众，一个评价外部事物的法官。它假设价值是生命固有的品质，是它必须呈现给你的东西。斯多葛派教导我们要放弃这种幻觉。正确的问题，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让我的生命变得有价值？生命本身是一片中性的土地，它可能是一个沼泽或一片肥沃的土壤，但它是你的土地。价值不是被找到的，价值是被建造的。你不是一个寻找者，你是建筑师。你的工作不是等待一个目标，而是赋予每一个行动、每一次呼吸以目标。这不是一个现代的自助思想，这是一个在最极端压力下经受过考验的原则。马可·奥勒留，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罗马皇帝，在军事营地中度过他的夜晚，在战争和瘟疫中，不是抱怨他的负担，而是为自己写作，锻造他自己的理智。他这位皇帝建筑师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思想造就的。他没有寻求外部的验证，他明白赋予每一个事件意义的力量，无论多么不利，完全在于他自己的判断。他正在建造他内心的城堡，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作为在一个不可预测世界中唯一的安全避难所。这正是现在你手中的同一个工具。现在我们进入车间，理论结束，建设的实践开始。你从遇难者到建筑师的转变将建立在4个基本支柱之上。
把它们想象成你内心城堡的支撑柱，每个支柱都是一个任务，一个你必须掌握的技能层次。不要着急，每一层都必须精确而耐心地铺设，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你自己灵魂的工程学。仔细听，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想法，它们是你自由的蓝图。让我们开始挖掘地基，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它定义了将要建造的整个结构的质量。从这一点开始，再也没有回头路。你就在建筑工地上。第一根支柱，你所有工程的基础是彻底接纳现实，爱命运，对命运的热爱。这不是被动的顺从，不是放弃，这是一个建筑师最有力的行动。看着基于你的土地，带着它所有的石头、斜坡和不完美，然后不是悲叹，而是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宣告：我就在这里建造。你不能选择建设的地点、将要来的雨水或土壤的质量，你只能选择你将如何处理这一切。你的过去，你目前的处境，你的痛苦和你的挑战，不是你人生项目的障碍，它们正是你可用的建筑材料。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我们的头脑是一台创造替代现实的机器，它生活在如果中。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家庭会怎样？如果我没有错过那个机会会怎样？如果世界更公平会怎样？我们在一场对抗现实的战争中耗费了巨大的精神和情感能量，这场战斗永远无法获胜。抱怨现实就像一个建筑师对必须建造的山脉大喊大叫，这是无用的，令人筋疲力尽，并且只会推迟工程的开始。这种抗拒是你大部分痛苦的根源。这是遇难者的声音，他诅咒大海，而不是开始用周围的残骸建造一个木筏。这里的比喻是土地。想象一下，你被雇来建造世界上最宏伟的房子。到达现场后，你发现土地多时陡峭且不稳定。平庸的建筑师会放弃这个项目，或者花一辈子抱怨客户和坏运气。然而，大师级建筑师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他看到岩石不是障碍，而是一个坚固结构的完美基础。他利用地势的倾斜来创造多层次的、拥有壮丽景色的空间。他将场地的自然特性融入他的设计中，将明显的劣势转变为独特的、天才的特征。这就是你应该对你的生活所做的。你的痛苦，你的问题，那个你如此憎恨的处境，那就是你的岩石，那是你的工作材料。艾比克泰德，一位前奴隶，后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他教导说，不是事件本身困扰我们，而是我们对他们的判断。生活的原材料是中性的，是你的判断给它贴上了好或坏的标签。自身存在的建筑师超越了这些标签，他不评判土地，他研究它；他不诅咒它，他利用它。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应用美德、加强你灵魂结构的机会。彻底的接纳不是软弱，它是最高层次的存在策略。因此，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停止与现实的战争，看看你的生活就在此刻的样子，确定一个问题，一个一直在消耗你能量的困难。它可能是工作上的挑战，一段困难的关系，一个财务或身体上的限制。现在不要抗拒，改变你的视角，像一位大师级建筑师看待一块花岗岩一样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负担，而要把它看作你作品的原材料。你新身份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现在开始。大声的或对自己说，关于这个困难，这是我的工作材料，我将用它建造伟大的东西。通过这样做，你实现了最深刻的炼金术。你将毒药变成良药，障碍变成道路。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不是通过改变他们，而是通过改变你与他们的关系。你通过应用爱命运获得的力量是基础的力量，没有什么能动摇一个与它的土地完全和谐共建的结构。你不再与宇宙斗争，你正与它共舞。这是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城堡的第一步。你已经接受了你的地块，现在让我们拿起蓝图开始设计。在地基已彻底的接纳奠定之后，是时候拿起你的主要规划工具蓝图了。这是第二根支柱。在斯多葛建筑学中，
蓝图是用一条唯一的决定性的线绘制的，它将宇宙分为两部分，一边是你控制的事物，另一边是你无法控制的一切。斯多葛大师艾比克泰德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点。生命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识别和区分事物，以便我能清楚地告诉自己哪些是外在的，不受我控制，哪些与我真正控制的选择有关。这就是控制二分法。这不是一个建议，它是宁静工程学的基本法则。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对控制的幻觉。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我们能够也应该控制一切，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一个项目的结果，我们所爱之人的健康，股票市场，交通。我们将我们的身份和内心的平静投资于那些最终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结果上。当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时，当世界不符合我们的愿望时，我们就会感到沮丧、焦虑和失败。这就像一个建筑师试图控制天气，以便在开幕日不下雨。他正将他的精力集中在错误的变量上，在注定失败的战斗中浪费宝贵的资源。你的大部分焦虑都是在这种徒劳的管理不可控事物的尝试中制造出来的。蓝图的比喻是精确的。一个称职的建筑师会执着地专注于他能控制的事情，计算的精确性，所选材料的质量，给团队的指示的清晰度。他不会因为担心可能发生地震，尽管他可以为此做准备，这在他控制范围内。竞争对手建筑师的批评或下周钢材的价格而失眠1秒钟。他明白他的专业卓越完全在于他对自己行动和决定的掌控。他的声誉不在于最终结果，因为那可能受到1000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在于他工作的完整性。他的内心平静来自于知道他已经尽其所能，做得尽善尽美。你的生活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你控制什么？这个清单很短，但非常强大。你的判断，你的意图，你的行动，你的言语，你的美德，本质上是你的选择，就是这些。你不能控制什么？几乎所有其他的事情。人们对你的看法，是否有人回报你的爱，你是否会被提升，你是否会生病，你的声誉，过去，未来。你作为自己存在的建筑师的工作，就是以绝对清晰的方式画出这条分界线，然后做出一个激进的决定，将你100%的精力投入到你控制的一边，并对另一边采取一种冷静和战略性的漠不关心。现在是第2个实际任务的时候了。拿一张纸，在中间画一条线，在左边写下标题，我控制的，在右边，我不控制的。现在拿一个此刻正让你烦恼的具体担忧，把它分解开来，列出它属于每一栏的方面。例如，如果担忧是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演示，在左边你可以写我投入准备的时间，我的研究质量，排练我的演讲。在右边，我老板的反应，技术是否会出故障，我的同事是否会喜欢。现在到了这个仪式的关键部分，看着纸的右边，承认那里的每一个项目都像是天气或行星的轨道，它超出了你的管辖范围，为他们担忧是疯狂的。然后真的把纸撕成2半，拿起右边你无法控制的那部分，把它烧掉，看着纸变成灰烬，并明白你正在烧掉一个无用的焦虑来源。剩下的是左边，这个小小的清单是你的行动领域，是你的王国，是唯一需要你关注的事情。这是你的项目，以大师级工匠的强度专注于它。通过实践这个练习，你并没有变得被动，恰恰相反，你变得极其有效。你停止浪费能量去打那些你赢不了的仗，并将所有这些力量重新导向那些你输不了的仗，因为结果只取决于你的努力。这就是斯多葛是宁静的源泉，它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专注于唯一能做的事情的智慧。你已经确定了土地，现在你有了蓝图，结构已经清晰。在接受了土地并清晰地定义了蓝图之后，一个建筑师需要他的工具。如果砖块砌得不好，材料质量低劣，那么在天才的设计也毫无用处。第3根支柱是关于执行，是关于你建设的质量，时时刻刻。对于斯多葛派来说，工具不是锤子和锯子，而是4个基本美德：智慧实践、智慧、正义、
公平对待他人，勇气即使在恐惧下也做正确的事，和节制适度和自我控制，这些是你的工具。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你在内心城堡建设中放置的一块砖。你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是否在用美德放置这块砖？内心的冲突是走捷径的诱惑，这是人类寻求及时满足、避免不适、偷工减料和基于冲动而非理性行动的倾向。有美德地行动往往是更艰难的道路，它需要勇气去进行一次不舒服的对话，而不是躲藏。它需要节制去对又一个分心说不，专注于重要的工作。它需要正义去尊重一个不尊重你的人。它需要智慧去知道在每种情况下使用哪种工具。未经训练的头脑总是会选择歪斜的砖块和脆弱的砂浆，因为它在当下更容易，却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建造自己脆弱和悔恨的监狱。建设的比喻仍在继续。智慧是你的卷尺和水平仪，它是如实看待事物并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没有智慧，你建造的墙壁是歪的，注定要倒塌。正义是你如何将你的建筑融入环境，尊重周围的其他建筑。一个损害邻里的工程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程。勇气是你的锤子，是用来打碎逆境之时，并将结构固定在位的工具，即使在风大的时候也是如此。节制是你对材料的控制，是使用适量的水泥，不浪费资源，是保证工程坚固耐用的默默的自我掌控。你生命的价值不会用你的建筑高度或外表的华丽来衡量，它将用每一块砖的质量、每一根梁的完整性来衡量。马可·奥勒留不断提醒自己，生活的目标不是外部的成功，而是为了美德本身而实践美德。这意味着你的目标不在于结果，我们已经看到那是你无法控制的，而在于你每时每刻行动的质量。你可能在获得晋升上失败，但你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以勇气和正直行事上取得成功。这才是塑造你品格的东西，这才是加强你内心城堡的东西。生活变得有价值，不是在你赢的时候，而是在你尽力而为的时候。无论比分如何，你的第三个实际任务是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这些工具。今天，选择一个单一的美德和一个单一的行动，无论多么微小，去实践它。也许是在会议中勇敢地表达你的真实意见，即使害怕被评判；也许是节制地关闭社交媒体，读30分钟的书；也许是正义地真正倾听他人的观点，不打断；或者是智慧地在对侮辱做出反应前停顿一下。选择一个，并以大师级工匠的精确度执行它。不要担心一天之内重建你的整个生活，只需完美地砌好一块砖。通过这样做，你将焦点从拥有转向成为。你停止问自己我能得到什么，开始问自己在这一刻我想成为谁。每一个有美德的行动都是对你是谁的宣言，它是你内心堡垒中一层高质量的混凝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砖一瓦，这些行动创造了一个如此坚固、如此完整的品格结构，以至于外部世界的风暴几乎无法刮伤它。你成为了你自己的堡垒，土地已被接受，蓝图已被绘制，工具已在使用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元素，也是最激励人心的元素——最后期限。每一个伟大的工程都有一个最后期限，没有最后期限，就会有拖延、浪费和缺乏专注。你建设的第4根，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是对这个最后期限的意识。铭记死亡，记住你是会死的。在现代世界，我们避免思考死亡，我们视之为病态之事，一个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迟的失败。然而，对于斯多葛派建筑师来说，死亡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清晰和目标的终极来源。是最后期限迫使建筑师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那把火烧掉所有不重要的东西，只留下你美德和行动的赤裸结构。内心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对毁灭的恐惧和永生的愿望，或者至少像我们拥有无限时间一样生活。这种无限时间的幻觉是所有拖延之母。我明天会打那个重要的电话，下周我将开始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时机成熟时，我会说出我的感受。
对死亡的意识摧毁了这种幻觉，它迫使我们面对当下的紧迫性。塞内卡，一位时间管理大师，写道：并非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我们浪费时间活在自动驾驶模式中，专注于琐事，好像我们有无限的天数储备。死亡是你最严苛的工地主管，他每天都走在你身边，问道：你现在砌的这块砖配得上是你的最后一块吗？这个问题改变了一切，它迫使你在有限性的光芒下评估你的行动。如果你知道那是你最后的几个小时，你还会在交通中大喊大叫吗？你还会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闲聊上吗？你还会推迟说我爱你吗？铭记死亡不是要生活在恐惧中，而是要以一种只有无常意识才能提供的强度和目标来生活。是它阻止你建造一个充满悔恨的生活，是它迫使你只使用最好的材料，因为每一刻都是宝贵的，把每一天都看作是你整个生命的一个缩影。你醒来、出生、度过一天生活，然后睡觉、死亡。这里的实际任务不是对死亡着迷，而是用它作为清晰度的过滤器。在每天结束时，睡觉前留出2分钟，问自己马可·奥勒留的问题：如果今天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我会为我的建设感到骄傲吗？我是否以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行事？我是否专注于我能控制的事情？我是否接受了我的土地？这个日常实践是你的质量检查，它调整你的罗盘，重新校准你的优先事项，并确保你不仅仅是忙碌，而是忙于建造真正重要的事情。通过拥抱、铭记死亡，你完成了你城堡的结构，你拥有一个坚实的接纳基础，爱命运，一个给你带来平静的清晰蓝图，控制2分法，用于高质量建设的美德工具、美德行动，以及现在一个赋予你紧迫感和意义的最后期限，铭记死亡。你不再害怕时间的终结，因为你正在用生命填充你所拥有的时间。你不再是等待救援的遇难者，你是建筑师，在你的建筑工地上意识到你的最后期限，以目标、力量和不可动摇的平静器耗每一块砖。建设已完成，城堡已矗立。你不再是那个漂流至此、质问大海的遇难者，你是建筑师。你站立着，在坚实的土地上，一手拿着蓝图，另一手拿着工具。你已经学到，生命的价值不是要找到的宝藏，而是要建造的大教堂。日复一日，用你自己的双手。地基已经用爱命运在现实的土地上奠定，控制2分法的蓝图给了你清晰与和平。美德行动的工具已准备好使用，而铭记死亡的最后期限给了你只专注于本质的必要紧迫感。最初的问题，活着值得吗？已经消散，它被唯一重要的声明所取代。我让我的生命变得有价值。你的内心城堡已经矗立，现在建设的旅程仍在继续，因为一个伟大的工程从未真正完成。如果这条信息成为你堡垒的基石，那么你的下一个行动就是封印这个承诺。留下你的赞不是为了算法的一个手势，它是你在你新生活的项目上的批准印章。订阅频道不仅仅是点击一个按钮，它是加入一个由存在建筑师组成的工会，他们和你一样从事着同样的工程。最重要的是，去评论区做出你的公开声明，写下建设仍在继续，让这成为你与自己的合同，你城堡墙壁上的第一处铭文，一个提醒。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用目标和美德砌下另一块砖的机会。最后，要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在建设。看看评论，你会看到其他建筑师像你一样走到了这段初始旅程的尽头。为了与这个社区建立联系并表明你的承诺，请在你的评论中加上这句话：建筑师直到最后。这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而且，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遇到另一个遇难者，一个仍然迷失在那个把你带到这里的问题中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作为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作为一种美德行为，将他的第一项工具交给一位同行建设者的行为，成为你希望自己曾经遇到的那个向导。建设仍在继续。